原本滑雪滑不过3米必摔跟头的大熊，这次能从北海道的雪山滚到东京的街上了。大熊的一小步，人类的一大步。这天，小夫喊大家来家里玩，等小伙伴们到齐之后，才想起自己下午要去北海道的夕日月滑雪，要不是爸妈就在旁边，胖虎绝对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上了车，小夫还不忘自吹自擂一番，这波仇恨拉的陆木给满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夫就用电话给大熊送来了亲切的问候。哇哦，这里的雪好软好高级。大熊越听越刺耳，反手把电话挂了。喜闻乐见的华山伸手党找蓝胖子要任意门，很不巧的是，任意门再次日常掉线。看见大熊那期待的小眼神，蓝胖子拿出了一台空间交换机，然后让大熊靠边站看他表演。孙悟空给唐僧就地画圈见过吧？然后蓝胖子在机器上一通操作，大熊就连人带地板瞬间移动到了院子里。大熊跑回房间一看，原本在院子里的树竟然出现在了房间内。原来这是因为粉笔圈住的地方可以和机器指定的地方交换，于是大熊在房间里画了个大圈。蓝胖子又是一通操作，昔日月学到的一部分就移到了大熊的房间里。蓝胖子告诫大熊不要3分钟热度后就出门溜达去了，留下大熊自己练滑雪。可大熊不是摔个大跟头，就是一头撞在墙上。蓝胖子真是开了光的嘴，这恐怕连30秒热度都没有呢。正巧老妈要大熊去寄信，大熊虽然滑雪滑得不好，用道具偷懒的本事可不是吹的。他把油桶交换到了房间里，实现了足不出户即可寄信。这就是懒人的最高境界吗？这种情况怎能少得了媳妇儿？还好静香现在没在洗澡，不然真是画面太美不敢看。为了讨静香欢心，大熊又换来了亚马逊丛林、珠穆朗玛峰山顶、非洲大草原等等。要不是大熊手速快，他俩就要被狮子给吃了。买铜锣烧回来的蓝胖子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大熊竟然和静香泡起了鸳鸯浴。我拿道具出来是给你把妹用的吗？可这也不能全怪大熊，毕竟房间太小不能滑雪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黑灯瞎火，蓝胖子带大熊来到了公园，两人一起把整个公园圈了起来，换成了昔日月。看着宽敞的雪地，柔软的雪，当然是要堆个大雪人了。蓝胖子真是要气哭了。说好的滑雪呢？穿上装备，两人从峰顶开冲了。可大熊竟然在这么宽的雪道上表演起死亡翻滚来。趴在雪中的大熊思考了一番人生，提议要在熟练后再练习。这给蓝胖子气够呛，不练习怎能熟练？在蓝胖子的督促下，大熊开始了魔鬼训练。在山的另一边，另一个熊孩子同样在喊救命。好在人家爸妈在，原来小夫非要装逼，搞什么雪地漫步，结果迷路迷到了被大熊替换的地方。这一家人明天不是要上班就是要上学，回不去东京可怎么办？忽然他们发现山脚下有一辆的士开过，这是绝望中的一点光。二话不说拦了辆的士，就要去北海道下榻的旅馆。这可给东京的的士司机高兴坏了，大生意啊！可对于财大气粗的小富家来说，能有钱解决的问题还是问题吗？摔了数不清的跟头后，大熊彻底放弃了滑雪，蓝胖子只好把公园变回原状。两人和坐上的士向北海道而去的小富一家人擦肩而过。那么小伙伴们现在最想去哪里旅行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很多人都认为大熊是个失败之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有着一颗乐于助人的心。只因老板送了大熊2个点心，大熊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拯救这家即将倒闭的100年老店。故事还要从大熊日常跟老妈讨要生活费说起。在老妈拒绝后，大熊还想抢救一下，结果发现家中竟闹鬼了。但这其实只是小多拉的恶作剧，只要用远照镜照自己，附近的镜子上就会出现一头秃头大脸怪，所以刚才的闹鬼事件才会对大熊母子俩无差别攻击。蓝胖子认为这是个无用的道具，想要现场报废，却被大熊拦了下来。他认为商店不会制造无用的东西，可大熊从白天想到黑夜，依然没有想到镜子的正确使用方法。最终是电视上播放的陆墨动漫给了大熊灵感。对于梦想拥有自己的商业帝国的大熊来说，用镜子播放广告或许能为他带来第一桶金。算便宜点，15秒广告收100元，1小时就能赚到2万4，这绝对是暴利，不仅能实现漫画自由，铜锣烧自由那也是小事一桩。于是两人在第二天换上帅气的服装，决定出门去拉赞助。可两人在第一家店铺就碰壁了，即便小多拉用小女友亲自演示，老板却以丑人不照镜子为由拒绝了一波。即便大熊把细节细到了自己的眼镜上，老板还是认为这种宣传很离谱。之后的第2家被拒绝，第3家依然被拒绝，足足被拒绝了9981回后，两人发现或许可以亏本做一波免费推广，而网红店显然不适用，
于是两人找到了一处偏僻的点心店，给这种看起来就快倒闭的店做推广，才会让广告拥有最大价值。很不巧，这些话被老板听到，老板不但没生气，还将两人引入店中欣赏琳琅满目的美食。虽然店铺即将倒闭，可老板很希望有人可以认可自己的手艺，而点心也不出众望，让两个小家伙吃出了老板对点心满满的情怀。原来并不是因为老板手艺不行才门可罗雀，而是因为客人都去了附近的网红店。老板本想翻修一番店铺，可惜他没有资金，而为了老板的点心之恩，大雄决定为老板免费宣传，因为他也想将吃到点心的喜悦与他人分享。于是小多拉拿着满满的点心当起了直播带货猫，顿时小镇的镜子上都出现了大雄和小多拉的影子。可他们的首场直播秀并没能给店铺带来转机，反而因为无预兆的扰民，让大雄成了过街老鼠。虽然适得其反，店铺也不得不关闭，可老板也同时感受到了大雄两人的真心，他想在闭店前再看到一次那种因为吃到美食而开心的样子。他拿出店内的点心，也看到大雄两人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可他们没注意到远照镜一直开着。这种毫无剧本的吃播，恰恰是吃货对美食的最高赞美。与初次适得其反的吃播相比，这次的吃播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，而店铺的名字也深深烙印在了每个看客的心中。店铺再次恢复了景气，甚至一果难求。而最近，随着视频平台的崛起，许多网红店也抓住了流量密码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追捧，却往往忽略了将品质与口味放在首位的百年老店。虽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但也希望不要忘记陪伴自己儿时的味道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大雄为了钱，把跟家人、跟蓝胖子以及小伙伴们美好的回忆卖给了道具。大雄真的要忘记蓝胖子了吗？棒球赛上，作为胖虎队的最后一棒，大雄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棒球迎面飞来，大雄闭眼一抡，只见球一个完美的弧线飞进了远处的河里，全垒打。这对大雄来说简直就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蓝胖子听了，高兴的绕着他直扭秧歌。可是大雄却并不开心，因为刚刚掉进河里的球是小夫的，值1000元呢。作为一个月光族，大雄压根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赔他。回忆再美好，也不能当钱花。蓝胖子把小手伸进兜里，却犹豫不决。在大雄的哀求下，他到底还是把回忆贷款机掏出来了。蓝胖子把机器系在大雄的脑门上，屏幕上显示出了他的各种回忆和对应的金额。你说巧不巧，全垒打的回忆刚好值1000元。大雄想都没想，就用回忆换了钱，买了新球，就给小夫送过去了。可是小夫说起刚才全垒打的事情，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大雄又反悔了，想恢复这段回忆。大雄回到家，只剩回忆贷款机被孤零零的扔在房间里。蓝胖子已经跑去买铜锣烧了，大雄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然而想恢复记忆就得还钱，大雄只好放弃。藏起来的0分考卷又被发现了，挨完骂还得干活，真是悲惨的回忆。虽然悲惨，不过既然是回忆的话，就能换钱吧。可这段回忆的价格是负数，要消除不好的回忆，竟然还得倒贴。大雄继续往下翻，发现被老师夸和小伙伴们去郊游，这2段回忆都值1500元。反正这种回忆以后还会多的是，于是回忆变成了3000元，用1000元把全垒打的回忆恢复了。大雄想起静香曾说过想要个新玩偶，于是决定把记忆贷款机带去给他用。没想到静香又在跟学霸约会了，三人看着相册，回想着郊游的回忆，可大雄却听得云里雾里。听到大雄是把这段回忆当给了回忆贷款机，静香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回忆比玩偶更重要。为了说服静香，大雄用学霸当起了小白鼠。考试100分的回忆只值1元，反倒是考了85分的回忆价格高达3000元。原来100分对学霸来说犹如家常便饭，但85分却值得好好反省。学霸也拒绝了卖回忆，大雄离开了静香家。小夫虽然被胖虎抢走了新买的游戏机，但还是叫嚣就不借给大雄。大雄硬朗地表示，钱这种东西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然后抱着回忆贷款机去到了空地上。大雄发现自己的回忆列表里竟有几个天价回忆，他定睛一看，这些是和蓝胖子的回忆，和小伙伴们的回忆，和家人的回忆。他真的很想要游戏机，可又想到静香和学霸的话，大雄陷入了纠结。这时蓝胖子听胖虎和小夫说了刚才的事，急得连铜锣烧都不要了。大雄真的会为了钱把周围的人都忘记吗？蓝胖子还是来晚了，大雄已经按下了按钮。看着呆呆的大雄，蓝胖子哭得如丧考妣，说大雄你太绝情。可大雄却突然开口，我哪里绝情？原来大雄用刚才剩的2000元把想要游戏机的回忆消除了。看来大雄还是没有为钱疯狂。陆木觉得可以不求回报的心情
还有带给你快乐童年的友情，这些回忆都是无价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是吗？